天机长老段九修，不是已经被我姑姑杀死了吗？周伯父，他到底为什么没死啊？爹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平叔受了伤，我先后他回去。小心，去了。看清楚点，别漏一个活口。是。我有紫薇心经。我身为六派中人，怎么会和魔教的人同流合污？天机长老早就死了。长长，你莫要听他血口喷人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什么不敢说的？当初定和天界长老找上我的时候，说什么练成了死神功就不用当什么狗屁的左膀右臂了，就不再干什么脏活累活了，还说什么论武功能力，周芷真哪一点比你强了？凭什么你当不了庄主？只怕统一六派指日可待。你住嘴！周大侠，你呀也是傻，天界长老怎么会把武功传授给你？若不是拉来你这个六派内应，那个老不死的在离教，恐怕是混不下去喽。就他那样还想偷练神功，这次我下山一定要禀报教主。无胆匪类，挑拨离间。老爷，咱们不是说好偷偷练吗？你如果禀告了教主，咱们可就练不成了。就我早知道你有异心，让我盯着你，你真以为我看上你了，甘心做你的副坛主吗？赵赵，将贤业交给我，裴琼山庄和落阴谷世代交好，你也要马上嫁给玉琪了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如今我没了子嗣，你和玉琪就是我的孩子，我们可以一起修炼紫薇心经，光大沛琼山庄和落阴谷，这样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眼色，再也不受其他门派的打压了。对呀，小妹妹，我也很佩服蔡女侠，待我们神功练成，就一道出去行侠仗义，也算不坠蔡女侠之名呀，对吧？赵赵，有道理，也不是不行。给你们吧。你还活着呢？你的情郎死了，我自然还活着。九伯，你是小辈，我不为难你，交出贤业，你就可以走了。贤业换人命，倒也不亏。只是这贤业，就这么一点儿，够你们3个人一起练功吗？不管我将贤业交给你们其中的谁，另外2个都会对我心怀记恨，想杀我为快。你交给老夫，他们不敢妄动。我不信，除非你把他们都杀。不行，万一你们来个炸死、脱逃，那我不就亏大发了？你想怎样？我要你砍下，周志清的头。待他身首分离之时，我就把贤业交给你。小赵，发什么疯啊？若被你这败类放走那该死之人，也不至于让这么多人丧命。下地府赔罪去吧。
不要替他挑拨离间。果然是蔡评书那贱人养出来的小贱人，不是一般的毒辣。行，你要这么说，同归于尽吧。有话好好说。有话好好说是吧？那你们会不会好好说话？从现在起，我不想再听到任何对我姑姑的不敬之言。主播只是心急，并非有意侵犯令姑母。我们不说就是，不说就是。少在老夫面前虚张声势，老夫不高兴。这贤业我可以不要，你非死不可。那死吧。到底动不动手？我只数3声，1、2、3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九伯，启农啊，老夫年纪大了，不能再等了，你可别怪干爹呀。小姑娘，没路跑了吧？把贤业给我，保证放你走。给你吧。小贱人，我杀了你！你怎么还没下山啊？混蛋，你没死啊！你在等我，我怎么敢死啊？不可能，我明明看见你被巨蟒拖走了。我确实被巨蟒拖走无疑，不过冰晶巨蟒喜冷不喜热，我家仙法运转之时会全身发烫，所以巨蟒便放走了我。也算我运气不错，还遇见了一位朋友。钱雪山，你不是已经……他收买张大侠与他父皇身在，铁洞里死的是张大侠。本来人死之后，一身大法就会原形毕露，可若是尸身马上被，那便是天衣无缝，也就完成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。我先祖呼清空的神像，也是你放的？实体石像。难道你是想把我们引入血洞，受巨蟒之袭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这座猎屋是我家。原来你是那家人的儿子。那个猎户姓什么？老夫记不清楚了。姓陶。我若没记错的话，那家的小媳妇儿长得倒挺水灵。那是我婶娘，她那会儿还怀有身孕。15年前，你们早就该被雪给埋了，是我爹和叔父将你们一个一个挖了出来，又带回家中休养。媳妇儿弟妹，过来帮忙！来，小树。不知道哪里来的江湖客又在寻宝，用黑火药给闹得雪崩了。哎，还好我和阿弟听到声响，把他们挖了出来，这命啊，总算是保住了。谁曾想，你们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人灭口。
们这帮畜生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孩子就要生了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这寸草不生的苦寒地，你长得真水灵啊！到底是救过我们的人，何妨让他们走得痛快些？想不到周大侠倒是一副菩萨心肠啊！长得真是我见犹怜，放心吧，不疼。唉，造孽！装什么装？这不是你的提议吗？说什么这家虽非江湖中人，但时常救助来往的山客，万一多说几句，让人知道你这个名门正派，跟我们这些邪魔歪道混在一起，精雀宗可饶不了你。现在开始装，装给谁看呀？啊！若让聂恒成知道你这好徒弟，竟和段长老合作偷练他的功法，难道他就会饶了你？是什么？好了好了，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何必论这些？还是想法子赶紧找到雪灵龙兽的贤业吧。那这些尸体怎么办呢？一把火烧了，省得往生。斩草斗球根，不然后患无穷。当年怎么遗漏了你这个小杂种？你当年不过一个7、8岁的孩童，一个人在雪地里是怎么活到现在？我遇到了我的师傅千面僧，他将我救了回去，还教了我一身本领。待我师傅死后，我便重回雪山。吃吧，小雪，晚上我去地窖偷点腊肉，明天再来喂你。啊。小雪，你都长这般大，我四处散布雪灵龙兽重现雪山的消息，引觊觎之人上山，再将其困入雪洞。
杀了这么多无辜的人，还害死了你的亲生儿子。就算练成绝世武功，又有什么用？我一直设法引诸位的到来，奈何途中意外暴露身份，被魔教捕获。好在苍天有眼啊！小蔡女侠把我重新带回了雪山，让我终于等到了当年的仇人。我故意把贤业放在你儿子手里，让你们自相残杀。贤业是你的？不错，雪灵龙兽的确在雪山出现过。就在我小的时候，我爹和叔父收集了不少他们滴落在地上的贤业。还记得你们睡的那张床吗？15年前，雪灵龙兽的贤业就在床底下的冰匣里。你本来不必等这15年。把剩下的贤业拿来。最后一只龙兽已经死了。方才小蔡女侠倒掉的，的确是世间仅存的贤业。你撒谎！一定还有贤业，把剩下的贤业拿出来！别过去，我独伤未愈，打不过他。待会儿我们找机会就走。拿出来！任务再说吧。拿出来！什么？这是我从1000条母蛇体内提炼出来的仙液，公蛇一闻就会发疯，不管你逃到哪儿，都会将你吞噬，不死不休。奇诺，快出来放下去！奇诺！千雪神，告诉我，孽者的五毒长是否大招？是你！快走，千雪神！我有什么好救的？你不是坏人，你不该死。我不是坏人，你也瞎了吗？我早就想死了。千雪神，你们全家就剩你一个了。等你们全家在地府团聚，您爹娘想必高兴得很。赵赵，赵赵，这是哪儿啊？千雪生呢？啊，你一醒来就关心那个小白脸，你怎么不想想怎么报答我？要钱没有？小命一条。
就算你让我以身相许，顶多春宵一梦，下了山我就不会负责的。嘿，昔我往矣，无妨。杨柳依，阑珊中初见你。茫茫人海中惊鸿一瞥，便着相思如谜。春宵一梦，总比什么甜头都尝不到的好。为何别离，翘首盼你归期。阴晴圆缺，修书道不尽满地落红堆积。一如是相逢，尽风拂雨幕。怕旧欢不起，一去又一。云如是相逢，孤鹊桥归路。曾奈桃花谢，一人泪如注。是我们落英谷的3色桃花。看来这个地方与你们落英谷颇有渊源。行了，老板娘，想必便是2位前辈救了我们吧？你们在万载温泉中泡了许久，外伤已好，只剩公子一处毒科难除。多谢2位前辈。坐。前辈，千雪生呢？他怎么样了？他比你们皮实多了，昨儿就已经醒了。这个小白脸怎么还活着？这是我们落英谷的花纹。难道前辈是我先祖顾清空女侠的后人？这位就是我师父的太师祖，你的先祖顾清空，顾女侠。200年前，北辰老祖从仙界召唤灵兽，诛灭妖魔。后修武之人发现灵兽可增功力，竟忘却恩情，肆意屠戮。顾女侠为守护灵兽，与天下修武之人为敌。可即便她天纵英才，终敌不过世人的无尽贪欲。最后，只能带着幸存的灵兽远遁雪山，从此销声匿迹。不愧是我们落英谷第1代魔女，特立独行，卓而不群。都说落英谷魔女道行逆施，世所不容，你怎么还叫上了？打不过才掀桌子污蔑，不必理会。昭昭说的对，那些人就是无耻的很。对了，前辈，雪玲龙兽现在可还有在世？当年你姑姑来时，最后一头雪灵龙兽已行将就木。我姑姑来过。她也是来寻找贤业的。与她同行的还有一位蒙面男子，这幅画便是那位男子所画。周伯伯和师傅都是磊落之人，应该不会蒙面。我姑姑为何会找贤业？那男子又是谁？前辈和钱雪生认识很久了。当年陶家常为我和师傅送来猎物，小树自小和我熟识。那山下的客栈，便是为了陶家报仇所设。一来收集情报，二来阻止那些无辜之人上山枉死。既然前辈与陶家如此交好，那陶家遇难那晚，前辈为何没有出手？当时我正为弥留的雪灵龙兽寻找灵药，并不在山上。陶家人皆为良善，也救过不少山客。谁曾料到，这人间这些江湖人，竟从未变过。千雪生呢？
千雪深。我不叫千雪深，我叫陶小树，小才女侠，穆少君，谢谢你们帮我报了仇。不用道谢，说到底，这都是正魔两派亏欠你的。小树哥，雪灵龙兽的血液可还有剩下一点点？雪灵龙兽可还有留下什么别的东西？雪姑之前说过，雪灵龙兽好像留下了一个蛋。雪灵龙兽居然会下蛋？哎，远古龙族都是以蛋繁衍，可这龙蛋下地许多年，就是不肯孵化。你不是养过鹏鸟吗？应该知道怎么孵蛋吧？把你那2只金鹏换过来孵孵啊！我那金鹏是公的，2只都是公的。嗯，那你也太残忍了。鹏鸟和龙兽互为天敌，龙兽是灵物，若是感知危险，定然不会出壳。用鹏鸟孵蛋行不通的。家父曾说过，这上古灵兽与主人心意相通，靠的就是灵兽认定自己的血气，以此来结气。这雪灵龙兽既然是落阴谷先祖所救，又相依为命多年，那肯定已经认得血气。或许落阴谷的血气可唤醒他。令尊有没有说过，养灵兽要放多少血？我自有血气不足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。你看，不管用。不应该啊！再来。母亲念。你看，龙哥，真乖。龙哥，给吐点咸液吧。给你脸了是吧？你大爷的！再不吐咸液，给你炖成汤。给我下来！再不下来，给你红烧了！哎，不许跑！不许跑！给你剁成泥，包成馄饨。给点儿吧，求你了！哎呦，祖宗！我告诉你，要不乖乖听话，要不然我弄死你！这不是外祖家的机关术吗？睡着了，好可爱啊！待我拿到咸液，找个师傅，我就上山来陪他吧。你一个混沌没有放葱花，都要怨念3日，如此眷恋人间烟火繁华的人，在此等清冷寂静的雪林之巅，
让你追上3日都难，还想常驻陪他？干嘛说出来呀？因为我的一己私欲，将他强行孵化出来。这世间只剩下他这一头血灵龙兽，应该会很孤单吧？这血灵龙兽寿命极长，少说也有个200年吧。200年沧海桑田，说不定哪个犄角旮旯也冒出跟他一样的同类。所以，我等凡夫俗子，就不要费尽心思去关心这个寿命长的小崽子了。我看你也蛮关心的嘛。我穆青叶怎么会关心区区一只小灵兽？真的呀？啊。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拿到了。可这东西真的能破解一身大法吗？别动。少君，得罪了。哇！为何要变成女人啊？这血液服下后1个时辰，方能变回原形。要是变不回呢？少君放心，能变回的。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反正解药还有1个时辰才起效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少君帮我个忙呗。无论你脑子里在想什么，绝无可能。穆哥哥，别枉费了我借来的这套衣服呀。雪姑，前辈，雪姑前辈是想问你，你为何要对他隐瞒身份？千雪神说你无名无姓，无门无派，可你为何会精通宁家机关？难道你母亲可好？表舅，我娘说你15年前就失踪了，都以为你被魔教所害。我已经在世为人，前尘往事做不得数了。穆少君，这便是千面门的一身大法。表舅，你还认出他来了？我与雪姑相知10余年，是真是假，一眼便知。宁先生好眼力。表舅，我娘和1外祖母都很惦记着你，你打算何时回去啊？不回了，世间无趣，哪有得一亲人重要？雪姑要想了，我要替她烹茶煮粥去了。既然真的有效，可以回去了。明日一早便动身。表舅叮嘱我，莫将雪山和他的事说出去，给灵兽和他们留下最后一片净土。这一别，怕是今生再不能相见了。周周，你会为了所爱之人舍弃一切吗？当然不愿意了。你都说了，我眷恋人间烟火繁华。再说了，我还没当上大掌柜呢，怎么可能为了旁人舍弃一切呢？那若是为了我呢？为了你，那就更不愿意了。你想，
千面门门主当初因为一念之差，便害得整个千面门为他陪葬，前人事，后人敬，我才不会干这等傻事呢。昭昭说的是。那你呢？你会为了一人舍弃一切吗？我会。我不信。我没有什么不可舍的。堂堂魔教少君，想必日后定是金银成堆，妻妾成群，锦衣玉食。我看不是没什么可舍的，是太不能舍了吧？你以为魔教少君真是如此？不然呢？什么破鸟，连小兽兽都想吃？这就是天敌，世世代代针锋相对，你死我活，就如同离教和你们北辰六派的关系。哼，魔教少君开心就好。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这冰天雪地，荒无人烟的，表舅是为了雪姑，你留下来干嘛？为了他。雪灵龙兽也好，一身大法也罢，本就不该重现于世。是我舍不掉这身皮囊，就当给陶家留个后人。这里是我家人世代居住的地方，我留下来也很安心。我会慢慢把小龙兽养大。蔡女侠，穆少君，遇到二位是我的福气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保重，保重，保重。后会无期。昭昭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相信我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。有好有坏的，哪怕救到一个好人，就算值了，知道了吗？娘，爹，娘，将来若再遇到有难的山客，我还是会像你们一样继续救他们。错的并不是你们，而是那些作恶的人。